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Fast API 实战分享系列。这期视频我们继续上一期的内容，看看如何使用六边形架构来开发项目。在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简单介绍了六边形的核心思想，并且在项目中实现了领域模型部分。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六边形架构中，外部的适配器都是通过接口来与核心应用进行交互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在六边形上为适配器开放接口，以及怎么编写这些适配器。希望通过这期视频，大家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在这种设计模式下，组件之间是怎么做到低耦合的。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点赞关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开放一个输出型适配器的接口，通过这个接口就可以让外部适配器对领域模型进行持久化操作。首先我们在领域层创建一个 repositories 目录，接着再来创建一个 post repository 模块，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抽象类，然后通过它对 post 领域模型来进行持久化操作。我们先来创建一个 create 方法，用来存储 post 的数据。接着就是 getById 方法，用来返回一个具体的实例。还有 getPost 方法，用来返回 post 列表。接下来就是 update 方法，来更新 post 的数据，并返回更新后的实例。最后是 delete 方法，来删除指定的 post。好了，我们通过这个抽象层就可以对 post 领域模型进行读写操作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创建一个 user repository 的抽象层。这里我们只需要一个 getById 方法就够了。最后将这两个抽象仓库导入到 repositories 包中，方便以后调用。到这里，我们领域模型的持久化输出接口就做完了。具体关于领域模型是怎么读写、从哪里读写的，这都不是我们核心逻辑所关心的。在六边形的内部，也就是领域层、应用层，我们只需要知道通过调用这两个 repository 就能对领域模型进行持久化操作就够了。接下来就是应用层的开发了。先来创建一个 post 的服务，通过这个服务来执行业务流程，也就是不同的 use case。这里我们需要注入两个依赖，一个是 post repository， 一个是 user repository， 也就是我们刚刚写好的两个仓库接口。接着就可以来写一个创建 post 的 use case 了。这里我们需要传入一个 user ID， 一个 title， 最后返回创建好的 post 实例，然后通过 user 仓库的 getById 方法来检查一下 user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抛出一个异常，否则就实例化一个 post 对象，再通过 post 仓库将这个对象持久化。但是可以看到，新建的这个 post 对象并不包含一个 ID， 所以我们需要将领域模型中的 post ID 改为 optional， 等写入操作完成后再把 ID 值付给它。OK， 接着来写 getPost 的 use case。通过传入 post ID， 我们就可以在 post 仓库查找 post 对象，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就抛出一个异常。接着我们就可以再检查 user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抛出异常。否则我们就可以把获取到的 user 对象传给 post， 最后返回 post 对象。接下来再写一个获取 post 列表的用例。这里我们就只需要实现一个最简单的情况，直接通过 post 仓库获取所有的数据，然后再便利 user 仓库来获取对应的 user 对象。
最后返回 post 列表。当然，在实际项目中，这里可以接收更多的参数，比如分页信息、查询条件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编写不同的业务逻辑。现在再来写更新 post 的 use case。假设这里需要一个当前登录用户的 user ID， 一个 post ID， 一个 title。同样，先检查 post 是否存在，然后再把 post 的 user ID 和传入的 user ID， 也就是执行这个更新操作的 user ID 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权限执行这个操作。再检查一下传入的 user 是否存在。最后把 post 的 title 更新成传入的值，然后通过 post 仓库来更新这个 post 的实例。最后再返回一个更新后的 post 对象就 OK 了。返回前记得把 user 对象传给 post。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删除 post 的 use case。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调用 post 仓库来删除这个对象。好了，到这里我们通过 post service 实现了一些最基本用例的业务逻辑，并通过 repository 对领域模型进行了持久化操作。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user 模型，将 email 改成 optional， 因为 post 仓库返回的 post 对象中有可能只包含一个 user ID。这部分以后可以优化一下，而且如果有时间，我们也可以聊聊如何使用 CQRS 的设计模式来实现应用层的业务逻辑。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留言评论告诉我。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编写输出型适配器。首先，在基础设施目录下创建一个 repositories 的包，然后在这个包中再来创建一个 user 目录。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目录下来实现 user 仓库的适配器了。我们先来写一个使用内存的 user 仓库适配器，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实现很多种不同的适配器，比如文件系统、MySQL 数据库或者第三方服务等等。首先这里我们需要输入一个数据库客户端，也就是之前写好的 database 对象。接着来实现仓库的第一个方法 getById， 用来从内存数据库中查找 user 并返回一个 user 的领域模型。这里我们来写一个转换方法，把读取到的数据转换成领域模型。这是因为我们的核心应用并不在乎数据是怎么存储的，或者是以什么格式存储的，只要适配器最终能返回一个应用层要求的领域模型就 OK 了。这样就避免了核心应用对外部存储系统的依赖，也就是说，任何外部组件都依赖于领域层实现的。好了 ，user 仓库的适配器已经写完了，接下来就是 post 仓库的适配器了。同样在 repository 包中创建一个 post 目录，接着再来创建一个 memory post repository。然后我们一起写一下这个内存仓库的每个方法。这里我们还是需要传入一个之前写好的 database。接着就是对接口的每个方法进行具体的实现了。我们先来把之前定义好的抽象方法复制一下。OK， 现在先来写一下 create 方法。首先把领域模型存入数据库之前，我们需要用一个方法把它序列化一下。现在来写一下这个方法，让它把领域模型给我们转换成一个字典。当然，根据不同的存储适配器，这个序列化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让数据能够正确的存储到外部系统中。这里我们还需要为新的 post 对象自动生成一个 ID。我们来获取一下字典的长度，然后再把它递增一下。OK， 好了。
现在就可以把序列化之后的数据存入到数据库中了。然后再返回这个 post 对象。接着再来写一下 getById 方法，跟刚才一样，我们需要先从数据库中获取数据。如果 ID 不存在，就返回空，否则就将这些数据转换为领域模型，最后返回领域模型的实例。为了实现这个过程，那么就需要写一个方法来做反序列化。这里我们接收的应该是一个字典，然后现在实例化一个 post 对象。OK， 这样就好了。我们再来写一下 getPost 列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编立一下数据库表，然后把每条数据再反序列化一下就行了。好了，再来写一下 update 方法。这里就需要用到上期视频为领域模型写的事件监听功能了。我们可以通过 modified fields 来获取对象被更改的字段，这样我们就能只更新这些变化的字段，而不是整个对象。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更新的操作效率，还减少了数据库的操作开销。接着我们需要把这些更新的字段序列化一下，然后再存入数据库。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个序列化方法，让它只返回更新的信息。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返回最后被更新的这个 post 对象就 OK 了。最后再来实现一下 delete 方法，把 post 直接从数据库字典中删除掉就 OK 了。好的，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部分实现的代码。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在做反序列化的时候，忘记创建一个 user 的实例了。OK， 再来检查一下。这里我们需要做的是部分序列化，所以第二个参数应该是 true， 并且对字典做的是更新操作。OK， 再来看一下 user 模型，这里 email 必须是 optional， 因为具体的数据我们需要之后从 user 仓库中读取。好了，最后我们将 post repository 和 user repository 适配器设为包级别和访问，以便在项目的其他部分可以方便的导入和使用它们。到这里，我们的输出型存储适配器就开发完成了。通过这些适配器，我们实现了领域模型的持久化操作，并且确保了核心应用与外部存储系统的解耦。接下来，大家可能会好奇，在项目中具体怎么使用这些适配器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期视频接着分享如何将这些适配器整合到项目中，并展示它们在实际业务场景中的应用。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